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拉钦在圣彼得堡交通学院学了5年铁路工程毕业考试的时候，他的桥梁结构设计拿到了全年级最高分。教授在他的卷子上批了一行字：该生的节点应力计算精确到令人怀疑是超标准答案的。然后经过复核发现，不是抄的就是他本人算出来的。教授把那行字划掉了，改成了优秀。谢尔盖从圣彼得堡出发的时候，母亲在车站给了他一条羊毛围巾，父亲和他握手，没有拥抱。父子俩都是不擅长肢体接触的那种人。父亲说了一句：远东很冷。谢尔盖说：我知道。他不知道，他以为他知道，但他不知道。火车从圣彼得堡出发，穿过乌拉尔山的时候，他在车窗上看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无边无际的森林，没有村庄，没有道路，只有深绿色的树冠，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火车有时后连续几个小时看不到一个人影。他在圣彼得堡学的所有铁路工程知识，都是关于如何在有人居住的地方修建铁路车站、吊车场、转车盘信号系统。但他现在要去的这个地方，先要有铁路，然后才有人。他被派到中东铁路工程局担任哈尔滨至绥芬河段的技术工程师，负责线路上几座小型桥梁和涵洞的设计施工。监督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个叫伊格纳季耶夫的中年工程师，一个在西伯利亚铁路上干了15年的人，脸上深刻的皱纹像铁轨的断面一样整齐。伊格纳基耶夫看了他的毕业成绩单，说了一句：你们交通学院的学生算力是一流的，但是在远东光会算是不够的。你还要会骂人，会喝酒，会在零下40度的时候用手去拧一个洞住的螺栓。谢尔盖在到达哈尔滨的第1个星期就学会了这3件事。他还学会了第4件事：在远东一切按照图纸来是行不通的，因为图纸上标注的数据来自圣彼得堡的办公室，而圣彼得堡的地质数据在这片冻土上根本不适用。这里的土层冻结深度是1米班，标准设计规范写的是0.9米。他花了大约2周的时间修正了所有的桥台基础深度数据。在这2周里，他每天蹲在河岸边，用一根钢钎敲开洞土，测量实际冻结深度，记录数据，然后重新算每一个桥台的基础宽度。吃的不算好，睡的不算够，但他的数字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土地了。伊格纳季耶夫看了他的修正数据，没有说话，把图纸递回去的时候，在页边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个词：好的。谢尔盖看到那个词的时候，知道那大概是在伊格纳季耶夫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那座桥的桥台基础在1904年春天浇筑完成，混凝土养护了28天之后，谢尔盖亲自钻取了新样，检查密实度。新样表面光滑，没有气孔，颜色均匀。他拿着那节新样在太阳底下看了看，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完美的混凝土。他把它放在办公桌上，放了1个星期才扔掉。谢尔盖在哈尔滨的俄国社区里住在一栋分配给铁路工程师的木屋里。屋子不大，但有一个院子，院子里长着一棵苹果树。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棵树结苹果蛋。那棵树每年春天都会开花，白中带粉的花瓣散落在院子里，薄薄一层风衣吹就飘到了邻居家的院子里。他太太玛利亚在圣彼得堡是学声乐的，到了哈尔滨之后，他在铁路俱乐部的合唱团里担任女高音，每周排练2次。他把在哈尔滨的生活写信告诉圣彼得堡的家人，信里说这里冬天最冷的时候出门结毛会结冰弹。屋子里有壁炉，烧化木柴，化木烧起来有一种清甜的香味，他在圣彼得堡从来没有闻到过。谢尔盖每天早上去工地之前，站在那棵苹果树下喝一杯茶。他端着搪瓷缸子站在树下，看着那棵还没有长叶子的树，思考当天的
施工安排有时候什么也不想就，站着喝完那杯茶，然后把缸子放在窗台上出发。1904年春天到夏天，谢尔盖参与了那座小型铁路桥的施工全过程，从基础开挖到桥台，浇筑到上部结构安装。他在工地上每天待10个小时以上，不是因为他勤快，是因为他不放心。他蹲在桥台上，看着中国工人用铁锹脚拌混凝土，用水平尺检查模板的垂直度，用肩膀扛起一根根木方。那些工人没有一个读过工程手册，但他们知道水泥和沙子的比例大概是多少，知道模板要知道水平尺的气泡居中才算合格。谢尔盖在旁边看着看着就学会了几个中文词的水平气泡和垂直。那座桥在8月初竣工通车那天，第一列火车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缓慢通过桥面。谢尔盖站在桥头，手里拿着怀表记录列车通过的时间和桥梁的震动数据。列车通过后，他蹲下来检查了桥台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新的裂缝。他站起来，把怀表放进口袋里，然后从工地走回了家。那天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是因为他在感受脚下的路，每一段路都是一座潜在的桥的桥址。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了一句俄文：今天桥没有塌，但这还不是最好的消息。最好的消息是，我知道它不会塌。玛利亚在合唱团的第一次演出是在1904年圣诞节铁路俱乐部的礼堂里，他唱了一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台下坐了大约200个哈尔滨的俄国侨民。谢尔盖坐在第3排中间位置，在那之前他从来不知道玛利亚的歌声在礼堂里听起来和在家里听起来完全不同。在家里的声音是温暖的，但到了礼堂里，那声音变得又大又亮，像一层透明的东西从高处落下来，覆盖了整个空间。他唱完之后，礼堂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掌声响起来。谢尔盖鼓了掌，但他觉得掌声没有他的歌声本身重要。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哈尔滨下着雪，玛利亚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走在前面，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她没有浮掉。谢尔盖跟在她后面一步远的地方，看着她的背影和街上稀疏的灯火。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他当初没有被派到远东来，他就不会认识这个女人，不会在铁路俱乐部的合唱团里第一次看到他，不会在后来的某一天鼓起勇气邀请他一起散步，不会在后来的某一天在那棵苹果树下向他求婚，不会在后来的某一天和他一起站在哈尔滨站台上等一列永远不会晚点的火车。他快走了2步，赶上了他，他侧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笑了笑。他伸出手，他把手放进了他的手里。那天晚上他们走回家的时候，雪地上留下了2行脚印，一行深一行浅。深的那个是2个人的，重量浅的那个是1个人的。那个圣诞节之后，谢尔盖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来哈尔滨之前，以为远东只是一片需要铺上铁轨的土地，现在我知道了，这片土地除了冻土和森林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些不需要铺铁轨的东西。1905年秋天，谢尔盖在牡丹江段参与了一座更大规模的桥梁施工。那座桥全长大约120米，是中东铁路东段跨度最大的桥梁之一。桥址选在牡丹江一处河面较窄、水流较急的河段。他在那里住了3个月，住在一间用木板和帆布搭成的临时工棚里。工棚距离河岸大约50米，每晚都能听到水流的声音。那声音有时候像远处有人在说话，有时候又像风穿过一片空心的树干。他在这3个月里学会了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一眼判断出一根木桩的承重极限，不是通过计算式，通过看来那个在桥址附近干活的中国工头姓刘，不识字，但扶着木桩站在河床里，用脚踩了踩河床的底，然后说了一句：这底下是
沙布市石头桩要再深1米，谢尔盖蹲在岸上对照着地质勘探报告看了很久，然后发现勘探报告写错了。那个没有读过书的中国工头用自己的脚踩出了正确的结论。谢尔盖从此不再完全相信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是在圣彼得堡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人写的东西。人都会犯错，但河床不会错。桥梁合拢那天，谢尔盖站在尚未铺设桥面的钢梁之间，桥下是牡丹江的急流，他扶着一根临时固定在桥墩之间的安全绳，一步一步从东岸走到西岸，走到中间的时候，他停下来往下看了一眼，他看到河水在钢梁的缝隙下面翻滚着灰白色的水花，冲击着桥墩基础溅起的水雾，在午后阳光中形成一道浅浅的彩虹。他扶着安全绳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西岸的工人在喊他，他应了一声，然后继续往前走。那座桥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在用。谢尔盖离开哈尔滨之后再也没有回去看过它，但他知道它还在，因为桥墩的基础是他看着浇下去的，混凝土是他看着养护的。他离开的那天早上，在竣工图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俄文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拉。亲写完之后，他把笔盖好放进口袋里，然后走出了工地办公室。那张竣工图后来被收进了中东铁路工程局的档案室里，和几百张其他的竣工图放在一起，没有人会特意去翻它，但谢尔盖的名字在上面。那是一条线一条从圣彼得堡连接到了牡丹江边的线。1906年春天，谢尔盖被调回了哈尔滨段，伊格纳季耶夫接到了升迁调令，要回圣彼得堡了。临走前，他把谢尔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从抽屉里拿出一瓶伏特加，倒了2杯，递给谢尔盖一杯，自己端着一杯。2个人站着把酒喝完了，谁也没有坐下。伊格纳基耶夫放下杯子，说了一句：“你在远东学到的比你在交通学院学到的要多得多，不是因为交通学院教的不好，是因为只有远东才能教会你一些交通学院没法教的东西。”谢尔盖问：“是什么东西？”伊格纳基耶夫说：“在零下40度的河床上，你拿着钢钎敲动土的时候，没有一个教授能告诉你动土下面是什么，你必须自己敲开才能知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把空杯子放进了抽屉里，关上，然后伸手和谢尔盖握了一下，说了最后一句保重，然后走出了办公室。谢尔盖站在办公室里，那杯伏特加的残液在杯底还剩了一小口，他端起来喝了，然后也走出了办公室。伊格纳基耶夫走后，谢尔盖接手了他留下的几个工段，成为哈尔滨至牡丹江段桥梁涵洞施工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图纸和文件，但他每天依然会抽出时间到工地上去走一圈，不是因为不放心，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站在工地上感受脚下的震动。那是远东的土地正在被铁轨一根一根地连接起来，而他站在上面，他的图纸正在变成真实的钢和木和石头。1906年秋天，谢尔盖的太太玛利亚在哈尔滨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安娜。安娜出生在铁路俱乐部的医生家里，因为玛利亚本来想去医院，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医院的俄国医生休息了，他被送到了俱乐部医生的家里。接生的是一个在哈尔滨行医多年的波兰医生。谢尔盖在走廊里等了大约3个小时，听到婴儿的哭声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站住了，没有推门进去。他站在门口听着里面玛利亚的声音和婴儿的声音夹杂在一起。他的手指在裤缝上敲了几下，然后停下来，然后把手指进了口袋里。他后来对赵德厚说起安娜出生的事实，说了一句：“那天我在走廊里等着的时候，想着一件事，我的女儿出生在哈尔滨，她将来会长大，她会说俄语，也会说中文，她会在松花江边学会走路，她会在道里区的
街上学会认路，他会是哈尔滨的第一个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的人，不是从俄国来的，不是从别处搬来的，是在这里出生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赵德厚正在给一把椅子装最后一条横撑，他没有抬头，但说了一句：“那他就是哈尔滨人了。”谢尔盖说：“对，哈尔滨人。”那把椅子装好之后，赵德厚把他翻过来检查了一下底部的榫头，确认没有缝隙，然后放下来说了一句：“哈尔滨以前没有人在哈尔滨出生，现在有了。”安娜的第一个冬天是在哈尔滨度过的。玛利亚把她裹在一层又一层的羊毛毯子里，只露出一张小小的脸和一双灰色的眼睛。那双眼睛好奇地看着屋里的每一件东西，壁炉里的火光，天花板上被烟熏出的痕迹，窗外飘过的雪花。他看着那些雪花，眼睛一眨不眨。谢尔盖站在婴儿床旁边，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窗外，雪花正一片一片地落在窗玻璃上，然后化成一小滴水向下滑落。他看了很久，然后蹲下来和安娜平视，指了指窗外，说了一句雪。安娜当然听不懂，她只是继续看着那片雪花融化，然后又把目光转向下一片。但谢尔盖觉得他听懂了，不是听懂了这个词，是听懂了那种语气呢。中一个人在向另一个人介绍这个世界的语气。安娜后来长到了会走路的年纪，她果然先学会了说俄语的，又学会了说中文的。雪，她在道里区的街上跑来跑去，跟中国邻居的孩子一起玩，用中俄混杂的语言交流，没有人纠正他，因为大家都听得懂。谢尔盖有时候站在门口看着他蹲在街边，和一个中国小女孩一起用树枝在地上画东西。两个小女孩，一个用俄语数1、2、3，一个用中文数1、2、3数。到3之后，两个人都笑了，因为他们数的是同一个数字，只是用了不同的说法。那个中国小女孩是赵德厚的女儿赵振芳，她比安娜大1岁，但两个人能玩到一起，因为他们都不在乎对方说的是什么语言。他第一次见到赵德厚是在1904年的春天，那时候他正在监督道外区附近一座小型铁路桥的桥台施工。那座桥横跨一条季节性溪流枯水期几乎无水，但春天融雪时水量不小，必须保证桥台能承受洪水的冲击。谢尔盖蹲在桥台旁边，手里拿着图纸，正在跟施工队的中国工头解释混凝土配比，用俄语手势和一个混乱的中文词水泥重复了大约10遍。工头终于点了点头，但谢尔盖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懂了。赵德厚那天正巧从旁边经过，他是来给工地送一批修桥用的木模板的。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不是因为对桥梁施工感兴趣，是因为他注意到那个俄国工程师手里拿着的图纸画得很精细，比他见过的任何图纸都好看，线条均匀，标注清晰，每一个尺寸都写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上。谢尔盖注意到了这个中国人在看他的图纸，他把图纸往赵德厚的方向转了一点，用俄语问了一句：“你会看图纸吗？”问完之后才意识到对方听不懂，正准备用手势重说一遍的时候，赵德厚用俄语说了一句：“看不懂，但画得好看。”谢尔盖惊讶的不是这个中国人会说俄语，而是他说了一句完整的话，且语法基本正确。你在哪里学的俄语？谢尔盖问。工地上一个叫瓦西里的翻译叫的瓦西里索科洛夫，你认识他？他教过你俄语，但我没有记错的话，他3年前就回伊尔库茨克了。他走之前留了一本词典。谢尔盖看了看赵德厚的手掌上有厚茧，指甲缝里有木屑，那是一个干体力活的人的手。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图纸的空白边缘画了一棵松树的截面图，年轮树皮，木质部的纹理，走向他，指着那棵松树说：“这是红松，你们做枕木用的，它的寿命大约是15年，15年后枕木要
换你算过，你们伐木队一天砍多少棵红松吗？赵德厚说没算过。谢尔盖说我算过，铁路每公里需要大约1800根枕木丛，哈尔滨到绥芬河这段大约540公里，需要将近100万根枕木，100万棵树。赵德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第一次拿起斧头的时候只想着砍完今天这棵就行了。谢尔盖收起了铅笔，我也是我毕业的时候只想着修完第一座桥，现在我在算这座桥能不能撑过第一个洪水季。赵德厚觉得这个俄国工程师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站在远处指挥的监工，他蹲在桥台上，手里拿着图纸，手指上沾着泥。后来谢尔盖的太太想要一套中国式的雕花衣柜，他在哈尔滨的俄国社交圈里打听了一圈，有人说德厚家具铺的木匠手艺不错，他去了一趟赵德厚的铺子，在门口看到了那把桦木椅子，他认出了桦木的纹理，用手摸了摸椅面，走进店里。赵德厚认出了他。谢尔盖说我太太想要一套衣柜，中国式样的雕花的。赵德厚说什么样的雕花？谢尔盖说梅花和喜鹊，他在一本中国画册上看到的。赵德厚想了想说能做但你要等我先把这批修桥的木模板做完。谢尔盖说不急，桥比衣柜重要。赵德厚去谢尔盖家里量衣柜尺寸的那天，看到了谢尔盖的工作台桌上摊这好几张图纸，有的是桥梁的，有的是涵洞的，还有几张是哈尔滨火车站最初的站房设计方案。赵德厚站在那张站房图纸前看了很久。这是哈尔滨火车站，他问。最初的设计方案还没有完全定稿。谢尔盖说什么时候建？今年秋天动工，后年春天之前完工。赵德厚没有说话，他在那张图纸上看到了站房的轮廓，高高的钟楼，宽大的候车厅，拱形的窗户，他想象着一列火车从远方开来，停在这座建筑前面，人们从车厢里走出来，走进那座钟楼的影子下面。他从来没有想过一座火车站可以长成这样。他给谢尔盖家的衣柜量好了尺寸，2天后他送来了初步的设计草稿，画在一张牛皮纸上。谢尔盖的太太看到草稿后很满意，说就是他想要的样子。谢尔盖看了看也觉得不错，不是因为雕花，是因为赵德厚在送来草稿之前先来量了衣柜摆放位置的尺寸环，问他喜欢什么花。这些细节是俄国木匠不会做的。那套衣柜做了大约3个星期完工呢。天赵德厚亲自送货上门，他把衣柜在卧室里组装好，调整了柜门的位置，确保开关顺畅，又用一块干布把柜面上的木屑和指纹擦干净。谢尔盖的太太开了一瓶从莫斯科带来的白兰地。谢尔盖端着酒杯站在那套衣柜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你是一个好木匠。赵德厚说我不是木匠，我是农民。谢尔盖说你不是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谢尔盖被调回了圣彼得堡中东铁路的土建工程，因为战争延后，预算也被削减，他在哈尔滨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临走之前，他把一卷用油纸包好的图纸交给了赵德厚，是哈尔滨火车站最初的那份站房设计方案，给你留个纪念。谢尔盖说不是我的事，这座城市的。赵德厚接过那卷图纸，没有打开它，问你还会回来吗？谢尔盖看了看远处的松花江，江水在秋天傍晚的光线中泛着暗淡的银灰色。他站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走了。赵德厚把那卷图纸放在工具箱的最底层，旁边是瓦西里的词典老谱的玉佩，他不知道老谱有玉佩，那是另一个故事，以及一本桦树皮账本，几样东西叠在一起，被几把凿子和一个墨斗压着。几年后，哈尔滨火车站的钟楼在道里区拔地而起。赵德厚有一次从那里经过，抬头看了一眼那座钟楼的样子和谢尔盖图纸上的
轮廓一模一样。他站在钟楼的影子下面站了一会儿，他没有把那卷图纸打开来对照，不需要，他已经记得每一根线条的位置了。但那卷油纸包着的图纸，他一直留着，放在工具箱最底层和瓦西里的词典画树皮账本放在一起。那些东西加在一起，大约是这间铺子里最不值钱的财产，但也是唯一真正属于他的东西。谢尔盖回到圣彼得堡之后的头一年，还给赵德厚写过一封信，通过中东铁路工程局的包裹递送系统寄到哈尔滨。赵德厚收到信的时候，信封已经被揉皱了。他请小林帮他翻译，因为信中有些俄语词汇超出了他的词汇量。信里谢尔盖说，圣彼得堡在下雪，他每天从家里走到办公室要走40分钟。他太太很想念哈尔滨呐。套衣柜在他们的卧室里，梅花的雕花朝向东边的窗户，每天早上第一缕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梅花的花瓣会显出深浅不同的两种颜色，深的那些是雕刻石刀刻最深的地方，浅的那些是平面的。他说他每天早晨坐在床上看着那些梅花在光线中慢慢亮起来的时候，就会想起哈尔滨。信的最后他写了一句，哈尔滨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年轻的城市。他还没有学会像欧洲的城市那样对自己感到厌倦。赵德厚把这封信读了几遍之后折好，放进了工具箱里，和那卷图纸放在一起。他后来一直没有再收到谢尔盖的第二封信。他不知道谢尔盖是调去了别的地方，还是出了什么事，或者只是单纯的没有时间写信。在远东待过的人都知道，写信是一种很特殊的事情。你写的时候想说的话很多，但放下笔之后发现能说出口的已经全部说完了，剩下的那些说不出来的才是你在远东生活的全部。日俄战争结束后，哈尔滨的俄国社区进入了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谢尔盖在1906年到197年间参与了3座桥梁和2座涵洞的施工，监督他的俄语骂人技巧已经熟练到可以在不重复词汇的情况下连续骂5分钟，而他的中文也进步到了可以用手势之外的方式跟中国工人解释施工要求了。伊格纳季耶夫说，他已经从圣彼得堡的交通学院毕业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远东工程师。1907年春天，谢尔盖收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他被任命为哈尔滨火车站站房建设工程的监理之一。虽然不是总设计师，但他可以接触到全套设计图纸。这是他来哈尔滨3年多第一次参与一座真正的永久性建筑的设计审查。那些图纸他在办公室里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然后选了一份他最喜欢的方案，用铅笔在图纸边缘标注了几处他认为可以改进的节点连接方式。这些标注没有被采纳，但也有一部分被总工程师注意到了。他在后来给赵德厚的那卷图纸，就是他自己保留下来的那份方案的副本，不是最终施工版，是他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个版本。那套衣柜在1917年谢尔盖一家离开哈尔滨之后被新的房主搬走了，不知道搬到了哪里。谢尔盖的太太在离开之前曾经想把他留在原处，但他最终没有坚持，因为新房的俄国主人说衣柜太重了，搬运太麻烦。他想这把衣柜留给这座房子的下一户人家，也许下一户人家也会像他一样喜欢那些梅花。也不知道那棵苹果树后来怎么样了。谢尔盖走的那年春天，他开了最后一次花。那年花开得特别密，整棵树像被一层白色的云包裹了。玛利亚摘了几枝带上了火车，他把它插在一个玻璃瓶里，放在包厢的小桌子上。火车开动的时候，那些花瓣在轻微的震动中一片一片落下来，落在桌面上，落在地板上，落在他的膝盖上。他没有把它们扫掉，就那样看着它们从盛开到落尽，一共用
了大约3天的时间，火车过了，乌拉尔山花瓣已经落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他把那几根树枝留在了包厢的桌子上，没有带走。后来有人告诉他，那棵苹果树在1918年被砍了，不是被人故意砍的，是那年冬天太冷，树冻死了。第2年春天再也没有发芽。谢尔盖后来在圣彼得堡的一家设计院工作了10几年，他再也没有回到过哈尔滨，但他办公桌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一张小照片，是玛利亚拍的哈尔滨那棵苹果树开花时节的院子，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卷曲，但苹果花和院子还能看清楚。他偶尔会在午休的时候打开抽屉看一眼那张照片，只看一眼然后关上。有时候他关上抽屉之后，会坐在椅子上看着窗户外面，窗外的街道和圣彼得堡的许多街道差不多，种着椴树，春天发芽，秋天落叶，树下有长凳，有人坐在上面抽烟读报聊天偶，而有鸽子落在窗台上咕咕叫着，然后飞走。他看着那些街道的时候，偶尔会想起哈尔滨那条没有名字的街，想起那棵苹果树，想起那个蹲在桥台上手里拿着图纸，手指上沾着泥的中国木匠。他不知道赵德厚的铺子后来怎么样了，不知道那把桦木椅子还在不在，也不知道那套衣柜最终去了哪里，但他知道那些东西不会消失。图纸可以被折叠，纸张会泛黄，油纸会干裂，但画在纸上的线条不会消失，就像衣柜上的梅花花可以不在了，但刻过的地方木头已经变了颜色。他在圣彼得堡又设计了10几座桥梁，有的建成了，有的没有，但他知道最美的那一座不是他画的，图纸上的是他在远东的土地上亲手测量过的那些关于冻结深度和溶解周期的数字，不是从圣彼得堡的规范里抄来的，是一个人在-30度的河边用钢钎一下一下敲开冻土之后记下来的。那些数字在他的图纸上每一处都准确，他们来自脚下的土地，而不是手册里的表格。这是他作为一个工程师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